一名美国司机实名举报家里闹鬼，甚至还拍到了实体影像，让人看得不寒而栗。而更令人不解的是，他住的地方并不是之前说的那种凶宅，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首先介绍一下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全名叫做尼古拉斯·佩里，我们就叫他佩里。佩里住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州，是一名司机，就职于一个叫 WAP 的拖车公司，主要就是给路面上抛锚和事故车提供拖车服务。大概5年前吧，据他说，他就隐约在家中感觉到了灵异现象。起初他跟别人提起这些事的时候，别人都当他开玩笑，说现在智能手机都这么强大了，你还在这打嘴炮，你拍个视频来看看嘛。想想也是，之后佩里就决定录像，但是录像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真遇上事的时候，他要么忘记掏出手机来拍，要么打开手机后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拍摄瞬间了。后面别人就告诉他还有个办法，那就是给家里装监控。佩里听完也照做了，虽然设备不专业，但还真就被他拍摄到了蛛丝马迹。几年下来，他攒下了不少的视频。就在3年前，他听朋友的建议，开设了一个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一方面用来记录和分享他拍到的这些东西，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网友们的帮助和建议。翻看一下他频道中早年拍摄的那些素材，我们其实已经能够感觉到很多不对劲的地方了。当佩里待在家里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晚上，他家就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和声音。只不过他家里养了些猫猫狗狗，很难说清楚这些动静是不是这些动物搞出来的。然而装了监控之后，他才真的意识到这些都不是猫狗的事。 Jinxies, you're my witness. You heard whatever's at the door, right? 比如房门会自己打开，就好像有什么能量或是物体悄悄地在空间里游荡一样。 Some noise coming from in there. 在他看来，房门自己打开这件事绝对不正常，一定是房子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把这个视频上传到网上，大家却不以为然，只是说他家里通风条件不错，说这个世界上啊，除了鬼，还有一种叫风的能量也能推门哦。然后另外还有一次，佩里明明已经把窗户关得死死的了，可是这到了晚上，他这房间的门又开了。I don't like these open. Come on, bitch. Jesus. I don't like that shit being open. Creeps me out, man. I don't know why. Ouch. I got bad posture. Let me fix that. Am I hearing things? It's like a low rumble. Fun. Fun. David. It's not fucking funny, guys.
Hello? Hello? Fucking chills. Hello? Fawn? Fawn? Whew, man. The fucking chills, dude. Hell of fucking bad. Oh. 佩里走到卧室外，他感到了一阵寒冷，这鸡皮疙瘩呀，顿时就冒了出来。而他睡着以后，屋里的监控还捕捉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片段。视频中可以看到，他床头的灯开始闪烁。然后你注意看，不知道是不是监控的清晰度问题，就在灯熄灭的瞬间，一团黑影悄悄地在他的床头弥漫开来。另外，这段视频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想提醒大家看一下，有点细思极恐。那你们看，佩里的卧室里面放了一面镜子。华人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么一个讲究，就是说镜子不能对着床。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镜子的方位，我们讲一个视频拍摄的问题，就是说有的观众看到这里会觉得这视频就是光线不足，再加上视频传到网上经过了压缩，所以形成了一团黑雾。那么好，我请你看一下那块镜子，你不要告诉我镜子里面恰巧也被编码器压缩出来了一团黑雾。如果原视频还看不清楚的话，我逐帧播放给你看。看到这里，我就问你头皮麻不麻？早上起来，佩里的鼻子还不停地流鼻血，止都止不住。最令他不解的还有一点，当他查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里有一张照片是自己躺在床上的自拍，而据他所说，他确定即肯定自己没有在床上拍过这样一张照片。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到底是自己迷糊中忘记了，还是梦游了呢？再或者，佩里不敢往下想了。因为这段视频拍摄的时候，世界还处在新冠期间，佩里感染了新冠，观众就猜了，这肯定是佩里染病导致的记忆力下降，而接下来的监控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佩里卧病在床的几天里，他经常在睡着的情况下自己就坐起身来，然后又走到床边发呆。看到监控里拍到的这些东西，佩里是既惊讶又害怕。自己从来没有梦游的习惯呀，这不会是房子里有鬼给自己附体了吧？虽然自己不是这所房子的第一任房主，可这房子之前也没说是凶宅呀，这事情是怎么搞到这个地步的呀？这天，天上下了一场暴雨，佩里家门前的小路被淹了，雨水汇成了一条小溪，流过了他的家门口。几个小时以后，雨停了，佩里就发现顺着雨水汇集成的溪流，一个奇怪的小麻袋被推到了他家门口。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打开小麻袋，里面装着一个盒子，上面赫然镶嵌了一个十字架。佩里端着盒子左看右看，研究了很久也没搞清楚这东西的用途。看到上面的十字架，他也不敢轻易打开它，因为家里已经够邪门了，自己又不信教，看不懂这盒子有什么名堂，万一里面装的是什么阴邪之物，那还了得。所以他就将盒子的视频传到了自己的频道，希望有懂行的人出来给他指点迷津。几天过去了，视频底下的评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得佩里是越看越焦虑。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佩里打算把这个盒子扔得远远的，离家越远越好。而自从捡到了这个盒子，佩里也在家里拍到了目前为止最吓人的一幕。The fuck, dude? 说老实话，他这一段我也是看了好久才发现问题的。我之所以说这一段吓人，除了真的看到了一些东西以外，它的可信度也很高。佩里作为一个没有拍摄经验的司机，看他之前拍的视频，画面都拍不稳。我不相信他有这种创意和水平，能够在运动中摆拍出这种黑影效果。他后面为了让大家看清他拍到的东西，还高亮标示了黑影的位置，但是就他这高亮出来的效果，其实都还不如不标记。这一点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视频编辑是一窍不通。佩里越想越不对劲，难道家里发生的这些现象和这盒子有关吗？是那场大雨把盒子从暗处送到了眼前吗？这天佩里选了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开上了车，决定将盒子带到一个远离自己家的地方给扔掉。可是来到目的地，他刚想扔掉盒子，端详了一会儿，他又犹豫了。他就在想，自己一个大男人还怕个盒子吗？而且你看这盒子外表做的还挺精致的，要是里面装的是金银首饰怎么办呢？万一是钻石呢？就这样给扔了，岂不是傻子吗？他纠结了好久，眼看太阳从头顶慢慢地落向了西边，最终禁不住好奇心的诱惑，佩里决定在阳光之下打开它。在车上把手机架好之后，佩里决定全程录制开盒过程。Found these in my trunk. What a convenient thing to find. I thought I was gonna have to use like my car keys. I got one nail. I guess I can leave that. Got one nail and this one pulled out.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be in this thing, but something bad. Fucking stinks. Oh, what is that fucking smell? 盒子打开的一瞬间，一股难闻的气味喷涌而出，佩里受不了，跑出了车子去透气。再次回到车内，佩里把盒子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拎了出来。Feather? No clue what kind of feather that is. Some sort of a... What is this? It's like a leaf? Old leaf? It's like stuck to a piece of Scotch tape or something. Maybe a rose petal? Maybe it's like a flower, a rose petal? Piece of rotted cloth. It's like deteriorated or something. Kind of looks burned. Just like the box. And this. I'm assuming it's a picture of somebody. There's nothing on the back. That definitely looks like it used to be a picture
but it's also burnt as well. Okay. 这里面有一块燃烧过的破布，一块花瓣，留言下面也有人说是盐碱，一根乌鸦羽毛，还有一个没有照片的小相框，盒子底印有古怪的图案。看到这些个东西，佩里后悔极了，垃圾，全是垃圾。他说，这些莫不是邪教里用来搞茅山的信物吧？不行，我得烧掉它，只有烧才是最好的办法。他屁颠屁颠的又把盒子拿回了家，在上面倒上了火油，将其付之一炬。That's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佩里说，不管烧掉之后房子会不会恢复平静，不管房子里的灵异现象到底是不是跟这个盒子有关，他都已经不在乎了。他要搬家了，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佩里还说，他在外地打工的老婆要回来了，他必须在老婆回来之前结束这一切。1个半月之后，佩里上传了新的视频。Check it out. What? We're in our fucking new place. Hold on, let's do a tour of our new rich and famous house. 视频里，他已经找好了一座新屋，正在做入住前的准备。他的妻子也从华盛顿回到了加州。可以看到，他们2个人对这座新屋子都很满意。他们一起搞装修，又唱又跳，又亲又抱。有人问佩里，为什么你们老夫老妻了感情还这么好呢？佩里说，维持夫妻关系是有诀窍的，说来也简单，那就是少接触。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小别胜新婚，在美国我们也有类似的说法， 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 白天佩里会带着狗子 Max 出去上班，晚上他就回家拍点卿卿我我的视频晒幸福，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和谐。然而没过1个月，一些不和谐的东西又悄悄地钻进了他们的生活。这天佩里在家待得好好的，突然间他在房间里就触碰到了一团冷空气。God, it's fucking cold in here. God, it's fucking cold in here. 这绝对不是空调电扇里吹出的那种冷风，感觉像是一坨凝固在半空中的冷气团。当人走过去的时候，会感觉脊背发凉。佩里在老房子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所以他很熟悉这种感觉。一想到这里，他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他拿着手机在房里四处找寻着，心里是又惊慌又生气，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自己明明都已经搬家了，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现在这狗东西居然又跟着来了。他此时心里那是10000匹草泥马在奔腾。然而在屋里找寻了半个小时之后，佩里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异样。这会不会是自己被之前的经历吓破了胆了呢？他真的希望这一切只是他的幻觉。第2天，佩里一早外出工作，他正将一辆 Toyota 往维修厂拉，可就这么好好的，他的鼻子居然又开始流血了。而上一次流鼻血，正是原来那屋子里灵异活动特别高能的那几天，这可不是好的征兆呀。更夸张的是，这一次他还掉了颗牙。按照他的说法，他最近都没吃过硬的东西，也没感觉过牙疼，这牙好好的，怎么就从牙槽里掉了出来呢？
这和之前的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他把车停在了半路，无心工作了。回到家，佩里还向观众展示了很多平日里监控拍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包括有一次他在录视频的时候，放置在一旁的死人骨头还突然扭动了脖子。但对此，佩里反倒觉得不以为然。他告诉大家，这个骷髅是他儿子万圣节时候买的塑料玩具，脖子部分设计出来本来就是可以活动的，所以家里闹鬼这事和这东西绝对没关系。所以说呢，还是美国人会玩。你试想一下，如果华人家庭哪个孩子敢买个这东西拿回家，不被家长追着屁股打才怪。此外，佩里还透露说，他自身可能是灵异体质，在他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此后他还看见过绿光一样的东西，吓得他整晚都用毯子紧紧盖住自己的头。有一天，佩里正准备去洗澡，他突然听到从车库的方向传来了砰砰砰的敲击声。Oh, shit. The fuck? Dude, what the fuck, man? Who's in my garage? Whoever it is needs to fucking leave. 视频看到这里，相信很多观众都和佩里一样要开始思考了。他原来住的那间房子就不是个凶宅，何况现在也已经搬了新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招惹上不干净的东西的呢？佩里虽然不信教，但是他还是去教堂里请了个神父来家里驱魔，但是据他说并没有效果，只是得了个心理安慰。还有一天，佩里与妻子在家中睡觉，然后又被拍到了让人不安的画面。其中一张图像经过放大以后，就像是枕头边上藏着一张脸，直勾勾地看着他。而另一个放大以后的图像中，我们则看到佩里熟睡过程中眼睛都还是睁着的，更确切地讲应该是瞪大着双眼。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佩里再没有更新视频，直到有一天，佩里上传了这样一条影片，这是一条行车记录仪的录像，一起来看看。Oh shit! 这段视频来源于2019年9月13日凌晨2点38分。当时佩里驾车经过一条叫做 Dyer Lane 的小路，这是一条事故多发路段。我们逐帧回放这段录像，可以看到引起佩里恐慌而急转的原因是他在路边看到了一个人形的东西试图横穿马路，但是当车子快要撞上的时候，它却像烟雾一样消失了。把画面定格在撞车之前，可以发现这似乎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袍、脸色苍白的一个人形物体。根据佩里的回忆，他说这几年家里经历的灵异事件似乎都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会不会这一切事情都和这次经历有关呢？当晚，佩里辗转反侧，一直睡不着。第二天，他就开上车，找到了视频里的这个路段。可以看到，这条小路边上有一道铁丝网。虽然距离事发当日已经过去了4年，但对比当晚的行车视频，这条马路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当时铁丝网就已经在那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既然路边有铁丝网，那当时录像上的那只黑影是怎么从铁丝网后面穿过来，然后又撞上佩里车的呢？也就是因为这段视频以及这其中解释不清楚的现象，佩里此刻仿佛找到了一切事件的根源，正是自己当初开车碰巧撞上了那只东西，而后一些现象就开始在家里发生了。回看他最早传上来的视频，还可以发现灵异现象确实就是从车库开始的，这也与推断不谋而合。佩里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撞到黑影
是个偶然事件吗？还是他以前的工作中因为拖动事故车辆而惹到了什么东西吗？佩里想不明白。而在这之后，他的心理暗示仿佛更强了。他不但在家里装上了更多的摄像头，而且每次房间里有点风吹草动，他就怀疑是鬼魂作祟，而后又发现搞事的仅仅只是他家的狗。这佩里是杯弓蛇影了吗？再这样搞下去，别说真有鬼，自己都要把自己逼疯。这天，他又发现了房间里有动静。I'm in my bathroom that's attached to my bedroom. I keep hearing fucking noises coming from the closet that's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fucking wall. But Sarah's gone. Babe. Babe. Hello? Babe? Max? What the fuck? Oh, what the fuck? Dude. 你们看到是什么东西把佩里吓到了吗？我回放一下。Babe? Max? 在这个地方，你们看，这衣柜的下方是一双鞋，上面挂着一件长衫。佩里觉得衣柜里站着的是一个人。Oh, what the fuck? Dude. 佩里说他自己身高1.88米，而那个鬼比自己还高。说老实话，这视频拍的，我严重怀疑佩里把衣柜里的长衫和鞋子看成了一个人。他真的疯了吗？当他拿上武器再次去到衣柜的时候，却没有看见他所说的那个人。在这之后，每次看他传上来的视频，好像整个人都变了似的，眼里无光，夜里睡不着，白天打哈欠，好几次录着视频都昏睡了过去。为此，有观众问他是不是嗑药了，佩里说怎么可能，我们单位不定期要体检的，绝对没有。除此之外，他和老婆的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一言不合就秀恩爱，还当众亲嘴的，现在恩爱不秀了，嘴也不亲了，取而代之的是隔三差五的吵架和拌嘴。事实上，不光佩里，他的妻子莎拉也同样经历着屋子里的灵异事件。两人商量过后，再次请了社区的神职人员来净化房屋，但仍然没什么效果。面对这样的情况，佩里一边联系上了网络上的灵异大 V， 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另一方面，他还听从网友的建议，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个通灵板。如果可以的话，他就想和屋里这只不干净的东西聊一下，顺带问候一下他18代祖宗。I don't have any other options. I talked to the priest. And, I mean, the bishop or whatever, the one that cleansed my house and stuff. And he said there's not enough substantial evidence to point to it being a possession. So there's nothing they can do. They can bless the place 1,000 times. It's not cleanse it 1,000 times, and it's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he same results. I even offered to have him stay here to see if he could witness it himself. But he refused. So this is my option. Ouija board. I made it myself. It's not finished. You know, it's not completely done. I did it.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so I burned it. I burned the lettering and shit. I made this out of redwood. It's got I put little foam pads on it. So, it's, hey Google, what day is it today? Today is Tuesday, the 31st of October. Figured today would be the best day to do this.
because this is the Day of the Dead, when the dead walks the earth. Let's try this again. Does it go in the middle? Does it matter? I don't know. It's just going in the middle. Is anybody in this room that would like to say hi or talk to me or tell me why you're here? Tell me why you've been tormenting me for like 3 years now. Maybe you're the one that I saw in Dyer Lane that night. If you are, can you let me know you're here? Maybe tell me why you're here. Anybody? Is anybody in this room aside from me? I don't know how to use these things. I don't know if I'm using it right. I don't know if I'm supposed to wait. I don't know. Should I just lightly touch it? I'm assuming so it could. It's not very easily slidable. Should probably. Well, I guess it's the way it should be, right? I don't know. I can't like. Yeah, so. If somebody's here, please just say yes. Somebody say yes if you're here. If somebody's here, can you please move this triangle with the circle over to the yes? I don't think that I need to be touching it for any reason. I think that if you're present, you could move it yourself. I've seen you move things in my house many, many times. If you are present and you would like to talk to me, please move that triangle over to the yes. Nothing. Or you can move it to the no. If you don't want to talk, just let me know. Nothing. We can start by telling me your name, where you came from, anything, how old you are, what your name is. Anything? Are you here? Nothing. I'm out of fucking time. I gotta get back to fucking work. I guess I'm just gonna leave my fucking camera rolling, just in case. Okay? I mean, whatever. Whatever. Alright. So, I'm out. Oh, forgot one thing. Whoops. Goodbye, whoever might be in the room and doesn't want to talk. Goodbye. Go back to where you were. Goodbye. It's like, whatever. Okay.我以为他走了以后，这通灵板上的指示器会动呢，因为电影都是这么拍的。然而，并没有。只不过在这之后，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除了影像，他还在房间里采集到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视频发布出来以后，不仅佩里自己，很多观众也都被吓了一跳。这是直接跳实体了呀，这还了得！前面我们说过，佩里之前有过梦游的习惯，那这个黑影会不会是佩里呢？这个问题连佩里自己都不知道。更加让他觉得奇怪的，他的老婆现在也开始不对劲了。有好几次都是这样，他一个人站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发呆，走上去叫他的名字莎拉，他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Babe? Babe? Babe?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佩里完全没有想到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灵异现象还只是心灵震慑，那么近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则可以用失控来形容了。正当他们两人在那研究车库黑影到底是谁，那段奇怪的声音又是谁发出来的时候，那么下面这段监控就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打碎了他们所有的猜想。可以看到，视频里拍到的这个鬼东西和佩里之前描述的一样，非常的高，你看都顶到门框了。而安装在家里的摄像头，只要录到这东西，过不了一会儿就会像被枪磁场干扰了一样，不能正常工作。上传完这些破碎的片段，佩里发了个视频，说道：为了安全起见，他已经让老婆离开自己回到华盛顿去了。此外，自己也希望找一个专业的探灵团队来家里做调查。这房子现在这个样子是住不得人了，他还得继续搬家。不过我就在想了，这东西不就是你搬家以后跟过来的吗？你搬家又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事件后续有什么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Babe? Babe?